我們把世界看錯了，卻反說它欺騙了我們。泰戈爾。你有没有过这樣的時刻，深夜裡翻看手機通訊錄，突然發現曾經以為會陪你走到最後的人，如今連一句問候都顯得多餘？或者某個瞬間，你終於明白，那些你拼命想要抓住的關係，其實早就在悄無聲息中變了質。我們總是渴望天長地久，渴望有人無條件地愛我們，懂我們，在所有艱難時刻成為我們的港灣。我們把這種渴望視為人生的終極慰藉，仿佛只要擁有了它，就擁有了對抗世界的全部力量。在很長一段時間裡，我們被反覆灌輸一種信念：這個世界上一定會有人永遠站在你這邊，無條件理解你，無條件包容你，無條件陪你走完這一生。小時候，這個人被稱為家人；年輕時，我們把這個位置交給愛情；再後來，又寄託在某段友情、某個知己、某個非你不可的關係上，仿佛只要找到那個人，人生就能被托付，內心就能安放。可真正長大之後，你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安的事實：你越是把永遠壓在關係上，失望往往來得越早。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往往不是突然看懂了世界，而是一次次在人際關係裡被現實慢慢敲醒。你開始意識到，人心並不穩定，關係也並不牢固。它們不是保險箱，更像是放在桌上的玻璃杯，只要時間、距離、利益、情緒稍微一碰，就可能破碎。人際關係有着固有的脆弱，有着無法回避的交換本質。這很殘酷，對嗎？可這份殘酷卻是我們通往內心強大的唯一道路。先說第一個真相：萬物皆有保質期，情感也不例外。這是一個我們都不願意承認，卻又不得不面對的基本事實。世間萬物，包括我們最珍視的那些情感，都有它的期限。友情、愛情，甚至是親情，它們並非永恆不變的保險櫃，更像是一罐罐貼着保質期的罐頭，隨時可能因為時間的流逝、距離的拉長，或者人心的變化而悄然變質。你有沒有想過，為什麼曾經那個無話不談的朋友，現在見面只剩下尷尬的寒暄？為什麼那段曾經熾熱的愛情，最後會冷卻成兩個陌生人的並肩而行？不是因為誰做錯了什麼，而是因為時間到了。於是，我們先要面對這個殘酷卻真實到無法回避的真相：萬物皆有保質期，情感也不例外。我們習慣把感情想象成一種存入之後就不会消失的東西，好像只要曾經親密過、付出過、真心過，它就應該一直存在。但現實並不認這一套。友情會因為環境改變而變淡，愛情會因為人性暴露而變質，親情也可能因為價值失衡而產生裂痕。這並不是誰變壞了，而是時間在流動，人也在變化。榮格曾說過一句話，大意是：我們終其一生都是在不斷與舊的自己告別。當一個人變了，他和你之間的關係自然也就變了。只是我們太容易把曾經當成保證，卻忘了任何形式的存在都只對當下負責。接受關係有保質期，並不意味着你要變得冷漠，恰恰相反，它會讓你第一次真正學會珍惜。當你不再要求一段關係必須陪我一輩子，你反而能在它存在的那段時間裡更專注、更真誠。你會明白，有些人能陪你走一段已經很難得，有些關係能在某個階段給你溫暖，本身就值得感激。不是所有告別都意味着失敗，很多告別只是生命週期走到了盡頭。當你不再執着於永遠，焦慮就會鬆手，心也會慢慢安靜下來。榮格說過一句話：認識自己的陰影是一個人最重要的功課。而認識到關係的有限性，認識到沒有什麼是永恆的，或許就是我們必須面對的那個陰影。我們害怕承認這一點，因為一旦承認，就意味着我們要接受那些曾經以為會陪我們走到最後的人，可能只是生命中的過客，意味着我們要接受那些曾經發誓永遠不變的承諾，
可能只是當下情緒的產物。但你知道嗎？接受這一點雖然艱難，卻能將我們從必須永遠的焦慮中真正解放出來。當我們不再強求永恆，不再把天長地久當作衡量關係價值的唯一標準，我們反而能夠更坦然地珍惜當下所擁有的每一段關係。你會開始明白，那些在保質期內陪伴過你的人，已經是一種難得的幸運。你會開始學會享受此時此刻的美好，而不是總是擔心萬一有一天失去了怎麼辦。因為失去本來就是必然，變化本來就是常態。任何形式的存在都有它的保质期，友情、愛情，又或者親情，都有可能像罐頭一樣，在某個你沒有注意到的時刻悄悄變了味道。這不是悲觀，這只是真實。而正是因為關係有保質期，我們才更需要理解維繫它的底層邏輯。這就是第二個殘酷的真相：你因價值被愛，而非因缺愛而被愛。有一個很常見的誤區，幾乎每個人在年輕的時候都曾經這樣以為：只要我足夠需要愛，就會有人來填補我的空缺；只要我表現出足夠的脆弱和匱乏，就會有人心疼我、拯救我。但現實恰恰相反，人們是被你的價值所吸引，而不是被你的匱乏所打動。別人給予你關注、尊重和愛，不是因為你有多麼需要這些東西，而是因為你能為他們提供某種價值。這種價值可能是情緒價值，你的陪伴讓他們感到愉悅和放鬆；可能是物質支持，你在關鍵時刻能夠給予實際的幫助；也可能是思想啟發，你的見解讓他們看到了不一樣的世界。無論是哪一種，核心都是價值。這個真相挑戰了我們關於無條件之愛的浪漫幻想。但當你冷靜地回看自己走過的人際關係，你會發現一個令人不太舒服卻極其一致的規律：每一段關係的靠近幾乎都不是偶然。你之所以被需要、被接納、被喜歡，往往不是因為你多可憐、多缺愛，而是因為你在某個時刻恰好能為对方提供某種東西。這就是我們不得不面對的第二個真相：你因價值被愛，而非因缺愛被愛。很多人是在失去關係之後才第一次意識到這一點。在關係尚且存在時，我們很容易把一切歸結為情感，是我對你夠好，是你對我夠深。可一旦關係破裂，真相反而浮出水面。當你無法再提供情緒支撐，當你不再能給予理解、資源、陪伴或欣賞，當你的狀態下滑，邊界模糊，需求變多，關係的溫度往往就開始迅速下降。這並不是人性冷漠，而是世界運行的方式。斯多葛哲學家早就提醒過這一點。馬可·奧勒留在沉思錄中寫過：不要指望別人因為你的需要而善待你，他們只會因為你的品格與行為而尊重你。我們之所以抗拒這個事實，是因為它戳破了無條件之愛的幻想。我們多希望只要自己足夠脆弱、足夠需要、足夠真誠，就會有人心甘情願來拯救你。可現實一次次證明，匱乏只會放大負擔，不會自動換來珍惜。當你把被愛建立在我很缺之上，你得到的往往不是愛，而是憐憫、控制或者短暫的施捨。真正健康的關係從來不是一方在祈求，另一方在給予，而是两個相對完整的人在交換中彼此確認價值。所以成年之後最重要的一次轉向，是把目光從你能不能多愛我一點收回到我能不能把自己站穩。當你開始提升自己，情緒更穩定，邊界更清晰，內在更充盈，不再急着索取，你反而會發現人際關係變得輕鬆了。不是因為你討好了誰，而是因為你不再把被需要當成生存條件。叔本華曾經說過，人就像寒冬裡的刺猬，靠得太近會互相刺傷，離得太遠又會感到寒冷。而在靠近與疏遠之間，真正讓人願意忍受那些刺的，不是對方的需要，而是对方的價值。想想看，那些你願意持續投入時間和精力的關係，
是不是因為對方給了你某種回饋？可能是他的智慧，可能是他的溫暖，可能是他讓你成為更好的自己。反過來也一樣，那些漸行漸遠的關係，往往不是因為誰突然變壞了，而是因為價值的流動停止了。你不再能從對方那裡獲得你需要的東西，對方也不再能從你這裡得到他想要的東西，於是關係自然就淡了。這聽起來很功利，對嗎？但這就是真實的人性，我們必須直面它。因為只有當我們真正理解了這一點，我們才會停止那種向外无休止的索取，才會停止用你為什麼不愛我來折磨自己和他人，才會真正明白，如果想要被愛，想要被重視，想要擁有高質量的關係，我們首先要做的不是向外祈求，而是向內建設，讓自己變得更有價值，讓自己成為一個值得被珍惜的人。哲學家尼采曾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說》中寫道：我愛那些给予自己意義的人，而不是等待被拯救的人。尼采一生孤獨，卻極其清醒。他不向世界祈求理解，也不靠關係填補內心的空洞。他明白，真正成熟的生命是先站穩自己，再走向他人。放在人際關係裡，這種清醒的智慧意味着，愛從來不是犧牲自己去成全別人，更不是把一個人當作解藥去拯救另一顆失去的心。真正的愛只發生在兩個已經自立的靈魂之間。愛從來都不是施捨，也不是救贖，愛是一種平等的價值交換。當你擁有了足夠的價值，你自然會吸引到與你匹配的人。當你成為了一個情緒穩定、獨立自主、有趣有料的人，你不需要追逐，不需要討好，不需要卑微的祈求，对的人會自然而然地被你吸引。這才是真正健康和持久關係的基石，不是依賴，不是祈求，而是自我完善、獨立自主。人只會因為你有價值而被愛，不會因為你缺愛而被愛。這句話值得我們刻在心裡。而當你真正理解價值這2個字之後，下一個清醒往往來得更加安靜，也更加鋒利。你會慢慢意識到，為了讓價值長期存在，關係反而不能靠得太近。這聽起來反直覺，卻幾乎是所有活明白的人最終都會走到的地方。當我們明白了關係基於價值交換，而非無條件的給予，下一個清醒的認知便自然浮現。第3個真相，最好的關係是沒有關係。這句話第一次聽到的時候，你可能會覺得有些極端，甚至有些冷漠，但它背後蘊含着極其深刻的智慧。它並非倡導孤立，並非讓你斷絕所有的社交聯繫，把自己封閉在一個人的世界裡。它真正想說的是，不要與任何人走得過近，不要陷入過度依賴和毫無保留的糾纏之中。因為當關係過於緊密，當2個人之間失去了必要的邊界，期望就會失控。你會開始期待對方能夠滿足你所有的情感需求，你會開始認為對方應該時刻理解你、包容你，無條件地站在你這一邊。你會開始把對方當作你人生的全部寄托，而一旦对方做不到，失望就會如期而至，傷害也隨之而來。最終，那段曾經美好的關係往往會演變成一場災難。你有沒有經歷過這樣的關係？剛開始的時候，你們恨不得24小時黏在一起，分享彼此的一切，毫無保留。你以為這就是真正的親密，以為這就是關係最好的樣子。但慢慢的，你開始發現，對方的一些小習慣開始讓你無法忍受，對方的某些想法開始讓你感到難以理解。你們開始爭吵，開始互相指責，開始用最傷人的話語攻擊彼此。最後，那段關係在一次又一次的撕裂中徹底破碎。為什麼會這樣？因為沒有邊界，因為走得太近。斯多葛學派的哲學家艾比克泰德說過，我們無法控制外界發生的事，但我們可以控制自己对這些事的反應。而在關係中，最重要的控制就是保持適當的距離。
這個距離不是冷漠，不是疏遠，而是一種清醒的自我保護。你要明白，无論這個人對你有多重要，他都不可能成為你的全部。他有他的人生要過，有他的邊界要守護，有他無法滿足你的部分。而你也一樣，你有你的獨立空間，有你不願意分享的角落，有你需要獨自面对的时刻。這很正常。真正成熟的關係從來不是兩個人完全融為一體，而是兩個獨立的個體保持着舒適的距離，彼此尊重，互不侵犯。紀伯倫在《先知》中寫道，讓你們的結合中有空隙，讓天堂的風在你們之間舞動，這才是關係最美的樣子。不是緊緊捆綁，而是相互獨立；不是完全占有，而是適度留白。當我們不再有那種特別想要維持的關係時，當我們不再把任何一個人當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時，內心反而獲得了真正的安寧與自由。因為你知道，無論誰離開，你都能好好的活下去。因為你知道，你的人生從來不需要依附於任何人。最好的關係是沒有關係。這句話並不是讓你與世界切斷聯繫，而是提醒你，任何沒有邊界的親密，最終都會變成消耗。當關係過度緊密，期待就會悄然膨脹。你開始希望對方應該懂你，應該站在你這邊，應該為你多付出一點。而一旦這些應該沒有被滿足，失望就會迅速轉化為怨恨。榮格在談到親密關係時說過一句意味深長的話：我們最深的痛苦往往來自對他人無意識的投射。你以為你在靠近一個人，實際上是把自己的需求、恐懼與空缺全部丟到了對方身上。走得越近，投射越重，投射越重，關係越脆弱。所以你會發現，很多關係不是死於背叛，而是死於太親。沒有邊界的親密會讓兩個人都失去呼吸的空間。你不再是你，他也不再是他，最後只剩下一團糾纏不清的情緒廢墟。當一個人真正清醒之後，反而會對過度親密保持本能的警惕。不是冷漠，而是知道什麼樣的距離才能讓關係活得久一點。當你不再有非要維持的執念，當你允許關係來，也允許關係走，內心反而獲得了一種久違的自由。而這種自由會把你一步一步帶向成年人世界裡最核心也最孤獨的真相。人與人之間最好的關係就是沒有關係，因為和任何人走得太近，最後都是一場災難。這不是放棄，而是一種活明白後的超然。而當你看透了關係的脆弱，當你理解了邊界的重要性，你最終會抵達成年人世界的終極法則。第四個殘酷的真相，世界的本質是交換，你才是自己唯一的兜底人。這是最難接受的一個真相，因為它徹底粉碎了我們從小到大被灌輸的那些美好幻想。小時候，我們相信總會有人無條件地愛我們，父母會永遠站在我們身後，朋友會在我們最需要的時候出現，愛人會在我們跌倒時扶我們一把。我們相信，只要我們足夠真誠，足夠善良，就一定會有人懂我們，救我們，心疼我們。但長大後才發現，這一切都只是幻想。生命中的道路需要我們自己走，遇到的苦難需要我們自己消化，肩上的責任需要我們自己扛起。沒有人會永遠站在你身後，沒有人有義務在你崩潰的時候無條件地接住你。即便是最親近的人，也有他們的局限，他們的疲憊，他們無能為力的時刻。這不是說他們不愛你，而是說每個人都在用自己的方式努力地活着，他們也有自己要面對的困境，自己要承受的重量。他们能給你的永遠是有限的，而你真正能依靠的，從始至終只有你自己。世界的本質是交換，你才是自己唯一的兜底人。這句話聽上去冷，卻是成年人世界裡最真實也最公平的法則。你回頭看看，所有能長期存在的關係，本質上都處在一種相對平衡的交換中。
可能是情緒的、時間的、資源的、理解的、陪伴的。一旦這種平衡被打破，關係就會開始變形。我們不願意承認這一點，是因為我們太渴望例外，渴望在某個人那裡不用付出、不用成長、不用承擔，就能被無條件接住。可這種期待往往是痛苦的源頭。尼采說過一句很鋒利的話：當你凝視深淵，深淵也在凝視你。當你把人生的重量交給別人來承受，你其實也把命運的主動權一併交了出去。於是你會發現，當那個人走了，不是只有關係消失，而是你的支點整個坍塌。真正的清醒，不是看透別人靠不住，而是意識到，原來自己從來就應該是那個兜底的人。沒有人能替你消化痛苦，沒有人能替你承擔後果，沒有人能替你走完這條路。哪怕是最親密的關係，也只能陪你一程，卻不能代替你負重前行。當你接受這一點，世界反而變得安靜了。你不再期待被拯救，不再等待被理解，不再幻想有人會為你的人生負責。你開始把注意力一點點收回到自己身上。你學會照顧情緒，修復創傷，管理期待，對自己的選擇負責。這不是孤獨，而是一種遲來的成熟。在這個階段，你會理解斯多葛學派反覆強調的那句話：只把精力放在你能控制的事情上。而你能真正控制的，從來只有一件事：你如何對待自己的人生。當你不再向外索取兜底，你就不會被關係牽着走。你依然可以愛，可以靠近，可以真誠，但不再失去自我。因為你知道，一切關係都是交換，而你的人生必須由你自己承擔。到了這裡，很多人會感到一種淡淡的空，不是絕望，而是一種就信念被放下之後的空曠。可正是在這種空曠裡，真正的力量開始慢慢生長。馬可·奧勒留在《沉思錄》中寫道：你有能力控制自己的心智，而非外界的事件。認識到這一點，你就會找到力量。這就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不是悲觀，不是絕望，而是一種徹底的清醒。當你真正明白世界的本質是交換，感情的底色是利益，你才会停止那些不切實際的期待，你才会停止抱怨為什麼沒有人理解我，你才會停止責怪為什麼關鍵時刻沒有人幫我。因為你明白了，沒有人欠你的，所有的給予都是情分而非本分，所有的陪伴都是選擇而非義務。當別人幫助你的時候，那是他的善意，你應該心存感激。當別人無法幫助你的時候，那也是他的權利，你無需心生怨恨。真正的成熟就是明白這一點。明白了之後，你會發現你的內心反而變得更加強大，因為你不再依賴外界的施捨，不再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不再用別人的態度來定義自己的價值。你成為了自己真正的主人，你成為了自己唯一且最終的兜底人。我曾經讀到過一个故事，一个年輕人在人生的低谷期跑去找一位智者訴苦。他說，我覺得自己被整個世界拋棄了，沒有人理解我，沒有人願意幫我，我該怎麼辦？智者看着他，平靜地問，如果有一天你掉進了深淵，你會等着誰來救你？年輕人想了想，說，我會等我的家人，我的朋友。智者搖了搖頭，如果他們也救不了你呢？年輕人沉默了。智者接着說，孩子，這個世界上唯一能把你從深淵裡拉出來的只有你自己。別人可以扔給你一根繩子，但爬上來的力量必須來自你自己。這個故事讓我想起了加繆在西西弗斯神話中的那句話，真正的救贖不是廝殺後的勝利，而是在苦難中找到生的力量和心的平靜。當我們不再把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和事當作永遠的精神寄託，真正的強大與安寧便會降臨。這是一種徹底的自我負責，一種不向外求索的內在圓滿。你會開始明白，人生所有的答案其實都在你自己身上，別人的建議只是參考。
別人的陪伴只是錦上添花，真正能決定你人生走向的是你自己的選擇，真正能治癒你內心傷痛的是你自己的力量，真正能讓你在黑暗中站起來的是你自己的勇气。我知道這些真相聽起來很冷，它們不像那些心靈雞湯，給你溫暖的幻覺和短暫的安慰，它們甚至會讓你感到孤獨，感到無助，感到一種深深的悲涼。但請相信我，正是這份冷才能讓你真正成長，正是這份殘酷才能讓你擁有面對生活的真正力量。當你接受了關係的有限性，你才會珍惜每一段真實的陪伴。當你明白了價值的重要性，你才會努力讓自己变得更好。當你懂得了邊界的必要性，你才會擁有真正健康的關係。當你認清了世界的本質，你才會成為自己生命的主宰。這不是放棄愛，也不是拒絕連接，而是用一種更清醒、更成熟的方式去愛，去連接。你會開始明白，真正的愛從來不是緊緊抓住，真正的連接也不是完全依附，而是兩個獨立的靈魂在各自的軌道上發光，偶爾交匯時給彼此溫暖和力量，然後繼續前行。不糾纏，不佔有，不索取，只是單純的因為欣賞而靠近，因為尊重而保持距離。我想起了一個老朋友的故事，他曾經是一個極度依賴他人的人。年輕的時候，他把所有的希望都寄托在愛人身上，以為找到了真愛，就找到了人生的全部意義。他為了那個人，放棄了自己的事業，放棄了自己的朋友圈，甚至放棄了自己的興趣愛好。他以為這樣全心全意的付出會換來天長地久的幸福，但最後那個人還是離開了。他崩潰了，覺得整個世界都塌了，覺得自己的人生毫無意義。他花了很長時間才從那段關係的廢墟中爬出來。後來他跟我說了一句話，我至今記得。他說，那段經歷雖然痛苦，但它教會了我人生最重要的一課，沒有人能成為你的全世界，除了你自己。從那以後，他開始重新建立自己的生活。他重拾了曾經熱愛的繪畫，他重新找回了失去的朋友，他開始培養新的興趣，認識新的人。他不再把任何一個人當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部分。他學會了獨立，學會了自洽，學會了在孤獨中找到力量。有趣的是，當他变成了這樣一個人之後，他反而吸引到了更多真正欣賞他的人。那些關係不再是依賴性的，不再是窒息性的，而是舒適的、自在的，彼此滋養的。他終於明白了，什麼才是真正健康的關係。不是我需要你，而是我欣賞你。不是沒有你我活不下去，而是有你在，我的生活更豐富。這才是成年人應該有的關係模式。心理學家榮格說過一句話，一個人越是向外尋求依賴，就越是脆弱。真正的強大來自於與自己的和解，而這種和解恰恰始於接受這個世界的殘酷真相，接受關係的有限性，接受交換的必然性，接受孤獨的常態性。當你真正接受了這些，你會發現內心深處會生長出一種前所未有的平靜。你不再害怕失去，因為你知道失去是常態。你不再恐懼孤獨，因為你知道孤獨是力量的源泉。你不再依賴別人的認可，因為你知道最重要的認可來自你自己。這種平靜不是麻木，不是冷漠，而是一種深刻的清醒，一種看透了本質之後的從容。你依然會愛，依然會付出，依然會珍惜身邊的人，但你的愛不再是匮乏的，不再是祈求的，不再是用來填補內心空洞的。你的愛是豐盈的，是自由的，是發自內心的選擇。因為你知道，你不需要通過別人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你不需要通過關係來定義自己的存在，你本身就已經足夠完整。有人可能会問，如果我们都這樣想，那人與人之間豈不是會變得越來越冷漠？豈不是再也沒有真情可言？
恰恰相反，當我們不再用匱乏的心態去索取，反而能給出更真誠的愛；當我們不再用依賴的方式去綁架，反而能建立更自由的關係。想象一下，兩個內心豐盈、獨立自主的人在一起會是什麼樣子？他們不需要通過對方來填補自己的空缺，所以他們不會無休止地索取；他們不需要通過控制對方來獲得安全感，所以他們給彼此足夠的自由；他們不需要通過犧牲自己來證明愛，所以他們的付出是自願的，是愉悅的。他們各自都有完整的人生，各自都在發光發熱。當他們選擇在一起的時候，不是因為需要，而是因為欣賞，因為享受，因為這段關係讓彼此都變得更好。這樣的關係才是真正值得擁有的。不是我不能沒有你，而是有你真好。不是你必須永遠陪着我，而是無論多久，我都會珍惜。這才是成年人之間最美的相處方式。我還想到了另一個故事。古希臘哲學家蒂歐根尼過着極簡的生活，住在一個木桶裡。有一天，亞歷山大大帝慕名而來，站在他面前，問他：你有什麼願望，我可以幫你實現。蒂歐根尼看了他一眼，淡淡地說：請你讓開，不要擋住我的陽光。這個故事一直讓我深思。一個真正內心富足的人，不需要外界給予什麼，他不需要權力的施捨，不需要他人的恩賜，甚至不需要任何形式的依附，他只需要自己的陽光。這就是成年人最高級的活法，不向外求，只向內生長，不依賴任何人，只依賴自己的力量，不把希望寄托在別人身上，只把命運掌握在自己手裡。當你成為了這樣的人，你會發現世界對你的態度會完全不同，因為你不再脆弱，不再可憐，不再讓人覺得你需要被拯救，你變得强大，变得從容，变得讓人尊重，而那些真正值得的關係會自然而然地向你靠近，不是因為你需要他們，而是因為他們欣賞這樣的你。你會發現，當你不再追逐，反而有人追隨；當你不再討好，反而贏得尊重；當你不再依賴，反而獲得真正的親密。這是一個看似矛盾卻無比真實的人生法則。我們總是害怕孤獨，從小到大，我們被教導要合群，要有朋友，要融入集體，仿佛一個人獨處就是失敗的象徵，就是被世界拋棄的證明。但實際上，真正需要害怕的不是孤獨本身，而是無法與孤獨相處。尼采說過，一個人知道自己為什麼而活，就可以忍受任何一種生活，而這個為什麼永遠不可能從別人那裡找到答案，它只能在你獨處的時候，在你與自己對話的时候，在你真正面对內心的时候，才會慢慢浮現。那些害怕獨處的人，往往是因為不敢面對真實的自己，不敢面對內心的空虛，不敢面對靈魂的荒蕪，不敢面對那些被壓抑的情緒和未被解答的問題。所以他們需要不斷地用外界的聲音來填滿內心的空白，需要不斷地用別人的存在來證明自己的價值。但這樣的人生始終是脆弱的，因為一旦失去了那些外在的支撐，整個人就會崩塌。而那些真正強大的人都懂得與孤獨為伴，他們不害怕一個人，因為他們知道孤獨是認識自己的必經之路。他們不抗拒獨處，因為他們明白，只有在安靜的時候，才能聽到內心最真實的聲音。他們享受那種不被打擾的時光，因为那是他們與自己對話、與自己和解、與自己成長的寶貴時刻。叔本華在《人生的智慧》中寫道，一個人只有在獨處時才能成為自己。誰要是不愛獨處，那他也就是不熱愛自由，因為只有獨處的時候，一個人才是自由的。這句話道出了孤獨的真諦。孤獨不是懲罰，而是自由；不是缺失，而是擁有。當你學會了與孤獨相處，你就擁有了這個世界上最珍貴的東西，不被任何人綁架的完整的自我。但我也必須說清楚，接受這些殘酷的真相，
不意味着我們要變成一個冷漠無情的人，不意味着我們要斷絕所有的關係，把自己封閉起來。恰恰相反，當我們真正理解了這些真相，我們反而能夠更真誠地去愛，更自由地去連接。因為我們的愛不再帶着恐懼，不再害怕失去，所以不會緊緊抓住；不再渴求回報，所以不會斤斤計較；不再依賴對方，所以不會窒息彼此。我們能夠給予的是一種更純粹的愛，不摻雜占有欲，不摻雜控制欲，不摻雜那些以愛之名的索取，只是單純的，因為你值得，所以我願意；因為這段關係讓我愉悅，所以我選擇珍惜；因為你的存在豐富了我的生命，所以我心存感激。這樣的愛才是真正的愛，不沉重，不壓抑，不讓人喘不過氣。它輕盈自由，像春天的風，吹過就吹過，留下的是清新和愉悅，而不是負擔和窒息。村上春樹在挪威的森林裡說，死并非生的对立面，而作為生的一部分永存。同樣的，孤獨也不是連接的对立面，而是健康關係的基礎。只有當你真正學會了獨立，學會了與自己相處，你才能在關係中保持清醒和自由，才不會因為害怕失去而妥協自己的原則，才不會因為渴望被愛而放棄自己的底線，才不會因為依賴他人而失去自我的完整。我想，此刻讀到這裡的你，心裡可能會有一些感觸，也許是共鳴，也許是抗拒，也許是一種說不清道不明的複雜情緒，這都很正常，因為這些真相確實不容易接受，它們挑戰了我們從小到大的認知，挑戰了我們對人際關係的所有美好幻想。但請給自己一些時間，慢慢地去消化，慢慢地去理解，慢慢地去實踐。你會發現，當你真正內化了這些認知，你的人生會發生質的改變。你不再因為別人的一句話而整夜失眠，你不再因為一段關係的結束而覺得天塌地陷，你不再把自己的價值建立在別人的評價之上，你開始真正的為自己而活，不是自私，不是冷漠，而是一種深刻的自我負責。你知道，你的快樂，你的痛苦，你的成功，你的失敗，最終都由你自己承擔。没有人能替你活，也没有人能替你承受。所以你要做的，就是讓自己变得足夠強大，足夠獨立，足夠完整。強大到可以獨自面對人生的風雨，獨立到不需要依附任何人而活，完整到即使一個人也能過得很好。這才是成年人應該有的樣子。我曾經在一本書裡讀到過一段話，作者是誰我已經記不清了，但那段話我始終記得。他說，人生最大的覺醒就是意識到沒有人會來救你。你掉進深淵的時候，不會有英雄從天而降；你迷失方向的時候，不會有人指引你道路；你痛苦絕望的時候，不會有人感同身受地理解你。你只能自己爬起來，自己找到出路，自己治癒自己的傷口。這很殘酷，但這就是成年人的世界。讀完這段話的時候，我沉默了很久，因為他說的就是我經歷過的。我們每個人都會有那樣的時刻，覺得自己被整個世界拋棄，覺得沒有人理解，沒有人在乎，沒有人能幫到你。那種孤立無援的感覺真的很可怕。但也正是在那樣的時刻，我們才真正成長，才真正明白什麼叫做自己才是自己的兜底人。法國思想家盧梭說過一句話，人生而自由，卻無往不在枷鎖之中。而這個枷鎖很多時候就是我們對他人的依賴，對關係的執着，對永恆的幻想。我們以為緊緊抓住這些東西就能獲得安全感，但實際上恰恰是這些執着讓我們失去了自由，失去了力量。真正的自由來自於放手，放手那些不切實際的期待，放手那些無法掌控的人和事，放手那些消耗你卻不滋養你的關係。當你學會了放手，你會發現，
原來你一直擁有的就是你自己，而這已經足夠。有人說，人生就像一场漫長的旅行，我們會遇到很多同行者，有些人陪你走一段，有些人陪你走很久，但最終没有人能陪你走完全程。這不是悲觀，這只是現實。但正因為如此，我們才更應該珍惜那些願意陪伴我們的人，哪怕只是短暫的相遇。同時，我們也要明白，即使最後只剩下自己一個人，也沒什麼可怕的。因為從一開始，這場旅行的主角就只有你自己。別人的出現是錦上添花，而不是雪中送炭。你的人生從來不需要依賴任何人來完成，你本身就已經是一個完整的故事。回到最開始的那個問題，當我們不再把除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和事當作永遠的精神寄托，當我們不再向外尋求，而是選擇為自己的人生兜底時，我們會活出怎樣的一生？我想，那會是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不再被任何人綁架，不再被任何關係束縛，不再為了迎合誰而扭曲自己。你可以做真實的自己，說真實的話，過真實的生活，不必討好，不必偽裝，不必委曲求全，因為你知道你的價值不需要通過別人來證明，你的存在本身就有意義。那也会是一種深刻的平靜，不再害怕失去，因為你知道失去是常態；不再恐懼孤獨，因為你知道孤獨是力量的源泉；不再焦慮未來，因為你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你都能應對。你的内心不再是一座隨時可能崩塌的城堡，而是一塊堅實的磐石。風來了，它不動；雨來了，它不倒，因為它的根基深深扎在自己的土壤裡。那還會是一種真正的愛的能力。當你不再需要通過關係來填補內心的空洞，你反而能給出更純粹的愛，不帶占有，不帶控制，不带那些隱藏的索取，只是单純的，因為你值得，所以我願意；因為這段關係美好，所以我珍惜。這樣的愛，輕盈而自由，溫暖而不灼人。它不會成為負擔，反而會成為彼此生命中的光。泰戈爾說過，我們把世界看錯了，反說它欺騙我們。很多時候，不是世界殘酷，而是我們的期待不切實際。我們期待永恆，但世界本就無常；我們期待無條件，但關係本就是交換；我們期待被拯救，但人生本就要自渡。當我們調整了認知，接受了這些真相，我們會發现世界其實沒有變，變的只是我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而這種改變會讓我們的人生徹底不同。你會活得更輕鬆，因為你不再背負那些不切實際的期待；你會活得更自由，因為你不再被任何關係所困；你會活得更強大，因為你知道無論發生什麼，你都能應對。這就是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帶來的真正的力量。我曾經聽過一個禪宗的故事，有一個人背着沉重的包袱，艱難地在路上行走，他走得很慢，很累，幾乎要支撐不下去。路過的禪師問他：你背的是什麼？那人說：是我過去的遺憾，是我對別人的期待，是我害怕失去的東西。禪師笑了笑，說：那你為什麼不放下呢？那人愣住了，說：我不知道，如果放下了，我還剩下什麼？禪師說：放下之後，你才会知道，原來你什麼都不缺。這個故事一直留在我心裡，因為他說的就是我們大多數人的狀態。我們背負着太多不必要的東西，對關係的執着，對他人的依賴，對永恆的幻想，對完美的追求。這些東西像一塊塊巨石壓在我們肩上，讓我們寸步難行。我們以為失去了這些就失去了一切，但實際上恰恰是這些東西阻礙了我們看到真實的自己。當你真正放下的時候，你會發現，原來你一直擁有的就是你自己，而這已經足夠讓你走完這一生的旅程。人是社會性动物，我們天生需要連接，需要歸屬感，
需要被看見和被理解，這沒有錯。但問題在於，我們需要的是健康的連接，而不是病態的依賴。我們需要的是相互滋養的關係，而不是互相消耗的糾纏。我們需要的是平等的價值交換，而不是單向的索取與给予。心理學上有一個概念叫做分化，它指的是一個人能夠在親密關係中保持自我，不被对方的情緒所吞沒，不因為對方的態度而失去自己的立場。分化程度高的人能夠做到在關係中保持獨立的思考和判斷，在親密中保持清晰的邊界和自我，在愛中保持理智和清醒。他們不會因為愛一個人就失去自己，不會因為害怕失去就放棄原則，不會因為渴望被愛就委曲求全。他們知道，真正的愛不是融為一體，而是各自獨立。不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是我是我，你是你，我們彼此欣賞，彼此尊重，但永遠不會失去自我。這才是成熟的愛，成熟的關係。而要做到這一點，前提就是你必須先成為一個完整的人，一個不需要通過他人來定義自己的人，一個能夠獨立思考、獨立生活、獨立面對人生的人。我想起了羅曼·羅蘭在說過的一句話：世界上只有一種真正的英雄主義，那就是認清生活的真相後依然熱愛生活。而在人際關係中，真正的勇氣就是看清了關係的本質，看清了人性的局限，看清了世界的殘酷，依然願意去愛，去連接，去相信美好的存在。不是因為天真，而是因為清醒；不是因為不知道會失去，而是即使知道会失去，依然珍惜當下；不是因为相信永恆，而是即使知道沒有永恆，依然願意全力以赴。這才是真正的勇敢。不是無知無畏，而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不是盲目樂觀，而是看透了悲觀，依然選擇積極。成年人的世界確實很難，沒有人會告訴你答案，沒有人會為你的選擇負責，沒有人會在你跌倒的時候一直扶着你站起來。你必須自己去摸索，自己去承擔，自己去面對所有的後果。但也正是這種難，讓我們真正成長，讓我們從一個依賴他人的孩子變成一個能夠自我負責的成年人，讓我們從一個總是向外尋求的人變成一個能夠向內生長的人，讓我們從一個脆弱易碎的個體變成一個堅韌強大的靈魂。這個過程不會一蹴而就，它需要時間，需要精力，需要一次次的跌倒與爬起。但請相信，每一次的痛苦都不會白費，每一次的失望都會讓你更清醒，每一次的孤獨都會讓你更強大。當你走過了足夠長的路，當你經歷了足夠多的事，當你真正明白了這些殘酷的真相，你會發現，你已經不再是當初那個脆弱的自己，你變得更有力量，更有智慧，更能從容地面對人生。成年人最大的清醒，就是認識到，萬物皆有保質期，包括我們最真實的情感。你因價值被愛，而非因缺愛被愛。最好的關係是保持適當的距離，不過度糾纏。世界的本質是交換，你才是自己唯一的兜底人。這些真相很殘酷，但也正是這份殘酷，讓我們真正長大，真正強大，真正自由。願你能夠接受這些真相，願你能夠成為自己的光，願你能夠在這個複雜的世界裡活出簡單而堅定的自己。願你無論經歷什麼，都能記得，你本身就已經足夠完整，你本身就已經值得所有的美好，你本身就是你自己最好的依靠。